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明明很拼命，事情却越做越糟。工作上，你急着表现，结果处处踩雷；谈判时，你寸步不让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我们从小被教努力就会赢，可是有一本2500年前的书告诉你，真正的高手根本不靠拼命，他们赢是因为出手之前，胜负就已经定了。这本书就是《孙子兵法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帮你读完它。先花1分钟，搞懂这本书为什么这么神。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叫孙武，春秋末年的军事家，大约活在2500年前。传说他带着写好的13篇去见吴王阖闾，吴王还半信半疑，他就当场用一群宫女演了一场练兵，让吴王看得心服口服。后来孙武帮吴国打了几场硬仗，差点灭掉强大的楚国。全书只有13篇，6000多个字，比你今天听的这支影片长不了多少，却被全世界读了2000多年。它不只是中国历代名将的兵书，今天连哈佛商学院、矽谷创投、顶尖运动队都拿它当策略教材。你可能会想，2000多年前打仗的书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因为孙子真正在研究的是在劣势、在竞争、在资源不够的情况下，怎么活下来，怎么赢，这不就是我们每天的处境吗？你想想，一个读书人没有拿一刀一枪，靠的只是脑袋里这套思路，就能左右一场国与国的战争，这就是策略的威力，也是为什么2000多年后我们还在读它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整本《孙子兵法》，我会选这句：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什么意思？打100场，赢100场，这还不算最厉害，不用打，就让对方屈服，这才是最高明的。你发现了吗？这跟我们的直觉完全相反。我们以为厉害的人是战无不胜，孙子却说，能不打就赢，才是真本事。因为打仗会死人，会烧钱，放到今天，每一次硬碰硬的冲突，每一场意气之争，都在消耗你的时间、人脉和信用。你想想，职场上那些真正爬得高的人，是不是很少跟人正面起冲突？他们总有办法不撕破脸，就把事情摆平。所以《孙子》这本书，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，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怎么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结果？你会发现，这套思路一旦装进脑袋，你看事情的角度就回不去了。遇到冲突，你会先算这一仗值不值得打，而不是我气不气。面对选择，你会先问我有没有把握，而不是别人会怎么看我。这就是策略脑和情绪脑最大的差别。接下来，我会有5个孙子的核心观念，告诉你这套不靠蛮力的赢法，到底怎么用在你的工作和生活里。孙子说，胜兵先设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会赢的军队是先把赢的条件准备好，才去打；会输的军队是先冲进战场，再祈祷自己能赢。他还有一句更狠的：习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古代真正会打仗的人，第一件事不是想怎么打赢对方，而是先让自己不可能被打败，站稳了，再等对方露出破绽。把这句话翻成白话就是：高手不赌，他们只在胜率够高的时候才出手。我们常常颠倒过来，先答应了客户，先把话讲满，先冲进一个案子，然后才开始烦恼我到底做不做得到。这就是孙子说的败兵。为什么我们老是当败兵？因为先答应会让你显得积极、有冲劲，当下很爽，而先准备看起来慢，甚至有点胆小。但孙子要你忍住那个想表现的冲动，真正的自信不是敢冲，是敢等。举个例子，2个人去面试同一个职位 ，A 投了履历就去了，临场应聊，B 花3天把公司产品、最近的新闻、面试官的背景全查过，还准备了3个如果我进来第1个月想做的事。你觉得谁会赢？B 不是比较聪明，他只是在开打之前就先把胜算做出来了。这就是先胜。
再想想运动场上，你以为冠军是比赛当天才拼出来的吗？不是，在你看不到的那4年，他每天清晨就在练，比赛还没有鸣枪，胜负其实早就拉开了。所以你看到的临场发挥，其实90%是事前准备。那些看起来轻松就赢的人，只是把所有的辛苦都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。反过来，最危险的心态叫边做边看，还没有想清楚就先动手，美其名叫行动派，其实是把自己丢进赌场。孙子不反对冒险，他反对的是没有准备好的冒险。同样的道理，谈加薪前先准备好你的贡献清单，提案前先预想对方会问的3个问题，创业前先验证有没有人真的愿意付钱。所以，下次当你想冲动的答应，或急着证明自己时，先停3秒，问自己：我赢的条件到底准备好了没有？没有准备好，就先别开打。这可能是《孙子兵法》最有名的一句。我们平常习惯说知己知彼，但孙子的原文其实是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先讲的是彼，也就是对手。注意，不殆不是百战百胜，而是不会陷入危险。孙子很务实，他没有保证你一定赢，他保证的是你不会输到爬不起来。而且后面还有2句，很多人没有读到：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只懂自己，不懂对手，胜负各半。2个都不懂，那你每一仗都危险。这里有个关键，很多人没有注意，孙子原文是先讲彼，再讲己。他很务实，提醒你对手和情报是不能不先搞清楚的事，但他下一句马上补上：2边都要懂，少一边，胜算就砍半。我认识一个业务，每次拜访客户前，一定先把对方公司，甚至对方主管的背景查得清清楚楚。别人在拼话术，他在拼我比你更懂你，结果单子几乎都是他的。这就是知彼。反过来，我也看过很多很有才华的人栽跟头，原因都一样，太相信自己，把市场的客气当成需求，把1、2次的好运当成实力，结果一头栽进去，输得莫名其妙。这就是不知己的代价。所以孙子要你诚实，不是要你自卑，是要你看清自己手上真正有几张牌，再决定怎么打。而我们现代人最常犯的，刚好是另一头，知彼而不知己。我们花很多力气研究对手，研究市场，研究别人怎么成功，却很少诚实的问自己：我真正的强项是什么？我的底线在哪？我能撑多久？而且说真的，知彼还算容易，知己最难。因为人很会骗自己，把运气当实力，把别人的客气当肯定。愿意诚实面对自己几斤几两的人，其实非常少。比方你想转职，想创业，拼命看别人的成功故事，却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现金能撑几个月，自己到底擅长什么，这一样危险。看起来很努力，其实只有一半的胜算。所以，下次面对任何一场重要的对局，动手前先列2张清单，一张写我有什么，我要什么，我怕什么；一张写对方有什么，要什么，怕什么。光是把这2张清单写出来，你的胜率就已经不一样了。回到开头那句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孙子怎么做到不用打就赢？他给了一个顺序：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最高等的是用谋略直接瓦解对方的计划，其次是用外交拉拢，孤立对手，再其次才是正面开打，而最下策是硬攻城池，伤亡最惨，代价最大。换句话说，动手是所有选项里最差的那一个。这对现代人简直是当头棒喝。我们遇到冲突，第一个反应常常就是攻城，跟同事撕破脸，在群组里开战，跟家人硬碰硬。结果呢？就算你赢了那场争吵，关系也烧掉了，这叫惨胜，其实是输。孙子会说，你跳过了上面3层，直接选了最烂的打法。那什么是现代版的伐谋？再讲一个很实际的，
你要谈加薪，最笨的方法是冲进老板办公室拍桌子，这是工程。聪明的做法是，平常就把你的功劳、你带来的数字，悄悄让老板看见，等到真的开口谈，他心里其实已经同意了。你赢在开口之前，这就是法谋。退一步说，就算真的摊牌，懂得伐谋的人也会先给对方留台阶，因为他要的是结果，不是面子。把人逼到墙角，对方只会跟你拼命，给他一条路下，他反而愿意成全你。我们常常因为咽不下那口气，硬要争个我对你错，结果事情没有解决，梁子到结下了。孙子会问你一句很冷静的话，你到底是要赢这场架，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？那伐交呢？伐交在现代就是平常存人情。很多人到了需要帮忙才到处求人，那太晚了。真正会做人的，是在你还不需要的时候，就已经把善意、把信任一点一点存进别人心里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你不用开口，自然有人替你说话。真正的强者，是把账消弭在它发生之前。所以，下次你火上来，想直接开战之前，先逼自己想一层，有没有一个办法，不用撕破脸，也能拿到我要的结果？通常是有的。孙子有一个非常美的比喻，夫兵行像水，用兵就像水一样。水没有固定的形状，倒进杯子是杯子的形状，倒进碗是碗的形状。他说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没有永远管用的打法。高手厉害的地方是因敌而制胜，随着对手和情势不断改变自己。这一点戳破了一个我们都有的迷思，我们总想找到那个一招通杀的方法，那个成功公式。看到别人靠某套做法成功，就照抄，却忘了他的条件、他的时机、他的对手跟你完全不一样。举个例子，同一个品牌，在脸书上要活泼，要有梗，搬到LinkedIn上就有专业，要稳重。要讲的事情是同一件，但形状完全不一样。死守一种腔调的人，到哪都碰壁，懂得随平台变形的，才能处处有水喝。再看个人的职涯，同一身本事，20岁时拿去拼体力、拼加班，30岁就该拿去拼判断、拼带人，40岁拼的是眼光和人脉。还死守10年前那一套打法的人，往往不是不努力，是忘了情势早就变了。带团队也一样，有的人需要你给明确指令，有的人你一管就反弹，得放手让他发挥。你只有一种管理方式，硬套在所有人身上，一定到处撞墙。有人会问，那这样不就是没有立场，随风倒吗？不是。水虽然没有固定形状，但它永远往低处流，方向从来没有变。真正的高手也是，手段千变万化，但他要去哪里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始终如一。变的是方法，不变的是方向。所以，当你发现某个做法一直撞墙，先别怪环境，问自己，我是真的此路不通，还是只是舍不得放下这套老方法，像水一样绕过去。最后一个观点，是整本书我最想送给你的。孙子在最后几乎是用劝告的口气说，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悦而制战，国君不可以因为一时愤怒就发动战争，将领不可以因为一时恼火就出兵。为什么？他下一句讲得很重，怒可以复喜，运可以复悦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，生气了可以再开心，恼火了可以再高兴，但国家亡了不能再回来，人死了不能再活。这段话根本不是在讲打仗，是在讲决策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让你后悔最久的决定，几乎没有一个是冷静时做的，都是在最气、最委屈、最不甘心的那一刻。情绪就像涨潮，会把你的判断力整个淹掉。最常见的现代版，就是社群上的冲动，有人在留言区酸你一句，你写一上来，立刻打一长串回过去，结果吵赢的那一架，却被截图、被放大，赔掉的是你自己的形象。孙子会说，那一刻你不是在赢，你是在怒而兴师。反过来，
真正成熟的人会给情绪留一个缓冲。他知道自己现在很想回嘴，很想辞职，很想把话说死，但他也清楚，这个很想3天后大概就消了。于是他选择先不动，这不是怂，是他分得清什么值得，什么不值得。能管住情绪的人，不是没有脾气，是他知道自己的脾气很贵，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拿出来挥霍。气头上发出的那封信，冲动之下提的那次离职，吵架时脱口而出收不回来的那句话，情绪会退潮，但有些后果是退不回去的。这跟前面4点其实是同一件事，赢靠的是冷静，不是冲动。先胜后战是冷静的准备，知彼知己是冷静的判断，不战而胜是冷静的找更好的路，兵行象水是冷静的放下执念。孙子从头到尾都在劝你，别让那个冲动的自己替你做最重要的决定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给自己定一条规则，任何重大的决定，在情绪最强的时候，先不要做。睡一觉，隔一天，等潮水退了，再决定。好，20分钟快到了，我们把《孙子兵法》今天的5个重点串成一句话复习。真正的高手是先胜后战，出手前先备好胜算，靠的是知彼知己，先看清对手，也看清自己。他们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能不打就赢才最高明。他们像水一样因敌制胜，目标不变，方法随时换。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不怒而兴师，绝不在情绪上头时做大决定。你发现了吗？孙子讲的从来不是怎么打赢一场仗，而是怎么活成一个不容易输的人。他要你少打仗，多动脑，少靠运气，多靠准备，少凭情绪，多凭判断。说到底，《孙子兵法》不是一本教你打赢别人的书，而是一本教你别输给自己的书，别输给你的冲动，你的侥幸，你的想当然。读懂了它，你不一定会变成最强的那个人，但你会慢慢变成那个很难被击倒的人。孙子兵法教的从来不是怎么赢一时，而是怎么立于不败，走得长远。听完很有道理，但你明天就忘了，那这20分钟就白费了。所以我只给你一个今天就能做的小练习。拿出手机备忘录，写下你最近正在烦的一场仗，可能是一次谈判，一个冲突，一个还没有下定的决定。然后只回答孙子的2个问题：第一，我赢的条件准备好了吗？第二，有没有不用硬碰硬也能赢的方法？就这2题。你会发现，光是写下来，你心里那团乱就已经开始变成一张清楚的地图了。这就是孙子兵法真正的用法，不是拿来打仗，是拿来想清楚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每周都会帮你用20分钟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。下一集我们要读的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聊聊为什么越柔软的人反而活得越强大。最后留一个问题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现在正在面对的那一场仗，你打算用孙子的哪一招？我们下集见。